嘿，大家好，我是 Mike， 欢迎来到 Dr. Mike 的投资频道。今天是2022年4月10号周日周末整个世界也不太平。在今天这个视频呢，首先我跟大家快速的更新一下美股大盘的基本面，然后呢，在个股方面我们聊聊3只个股首先我聊一下为什么 Palantir 会成立联邦政府的一个委员会。在特斯拉方面，我继续跟大家揭秘曝光它在生产工艺方面最新的一个创新和革命。最后在 NIO 方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些 NIO 基本面的最新情况。明天 NIO 会暴跌吗？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OK，let's go。 在昨天的视频中，我跟大家分享了英国的首相 Mr. Johnson 在周六是突然造访了乌克兰，会见了乌克兰总统 Zelensky， 然后呢包括承诺提供新的军事援助，其中有120辆的装甲车和新的反舰导弹系统。而就在前一天 Mr. Johnson 也承诺向乌克兰赠送 1.74 亿美元的高级的军事装备，称英国希望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 Mr. Johnson 还确认了进一步的经济支持，为世界银行向乌克兰提供的额外的 6.7 亿美元的贷款提供担保，使英国的贷款担保总额达到了13亿美元。而乌克兰总统 Zelensky 赞扬了英国的行动，并且呢鼓励其他国家效仿。 Zelensky 说，我们必须对俄罗斯增加越来越大的一个压力，更加努力地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并且呢加强制裁。他说，其他民主的西方国家应该效仿英国的做法，现在是时候全面禁止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并且增加对我们的武器运送。而在俄罗斯方面通过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他们的武装力量的车队正在向顿巴斯地区前进。通过屏幕上方的卫星图像可以看到，一支俄罗斯军队的车队正在向南驶向顿巴斯地区。与此同时，俄罗斯正在研究如何加强它部队的数量。英国国防部在今天表示，俄罗斯希望用最近退役的士兵重建部队的力量。所以呢，从这些最新的信息显示，乌克兰在军事上也会继续的对抗俄罗斯，而俄罗斯的军队也正在向南部的顿巴斯地区集结。所以从目前的形势判断，在短期内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不大。另外，随着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禁运的进一步的加强势必会对国际的能源价格，包括对欧洲的经济造成动荡和不利的影响，从而呢影响整个全球的能源的价格，也会对美股造成继续的一个波动需要我们持续的关注。有最新的消息也会跟大家做出及时的报道。Palantir 在最近成立了一个联邦政府的顾问委员会我在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他会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些名单从这份名单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前美国的国防部的副部长，也有前美国驻非洲美军的一个副司令，也有前美国空军的副秘书长，也有美国特种部队的前司令也有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前副司令等等。所以呢，从这一份名单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全明星的阵容。这些人呢，对政府的内部和外部呢都非常了解。所以呢，当 Palantir 公司创建一个新的产品，或者说呢，他们为他 Gaussian 这个平台制定一个战略性的市场角度的时候呢，这些人将是无价之宝，因为他们可以提供咨询，用来提高这些新产品的效率。第二点呢，我认为这些董事会的成员呢，可以帮助 Palantir 达成更多的政府或者军队的交易。如果我是一个政府机构我必须在 Palantir 和另外一家公司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呢，虽然这个联邦顾问委员会不会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它肯定会起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好的产品，或者说最好的服务和产品，
那么选择那些曾经在美国政府或者军界最高层任职的退伍军人的战略眼光对公司也是非常有意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公司或者说政府部门肯定会采纳他们的产品，但是呢，我觉得他们为 Palantir 公司完成这个交易的能力呢，又增加了一个重重的一个砝码这是 Palantir 完成与政府或者军队交易的工具箱中的另外一个工具，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个和公司和政府之间相互联系的董事会，而董事会上的人呢，能够提供的资源应该能够从战略角度和如何成交的角度来推动 Palantir 的产品。当然了，时间最终会证明一切，让我们来继续关注在接下来的 season 也就是季节里面Palantir 会不会得到更多的政府或者说是政府的订单？如果是的话呢，证明他们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通过这个顾问委员会来帮助他们得到更多的政府和军队的订单。由于这一周美联储的鹰派的表态，在接下来呢会在增长利率方面呢做出更加激进的动作，所以呢对成长股的压力非常大，都造成了非常多的抛压。所以呢 Palantir 也是不例外随着大盘的下跌呢，它也是连跌了4天，而且呢在周二、周三呢跌幅都比较大，都是5%、6%的下跌。在周五呢有所反弹，不过我们看到它在达到21天均线的压力位的时候呢，还是遇阻回落，所以在周五呢，最终它是跌了1个百分比，收在了12.7块从它的日 K 线我们看到它收了一个十字星，说明呢接下来 Palantir 也在寻找方向。那么我觉得下周也要看大盘的一个走势吧。大盘的走势呢，将是影响 Palantir 接下来股价的走势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基本面呢，就像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它目前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也是按照它自己的这个节奏在基本面方面呢，处于一个发展的一个状态。我呢，在近期也没有对 Palantir 做任何的操作，而是继续持有我的仓位。特斯拉的生产型的4680电池单元呢，在 Giga Texas Cyber Rodeo 的活动中首次亮相。根据发布的材料 ，Giga Texas 工厂完全有能力全面组装特斯拉的4680的结构电池组。特斯拉宣称，在 Gigafactory Texas 制造我们新的无标签的4680电池，降低了每千瓦小时的成本。现在呢，他们可以生产在 Under the One Roof， 就是在德克萨斯工厂，在一个屋檐下拥有所需的一切设备，利用特斯拉完全集成的工艺生产和组装第一个大批量的结构性的电池组。生产的4680电池呢，将用于特斯拉的结构电池组。特斯拉 Gig Texas 公司将制造第一批配备4680结构电池的 Model Y 的汽车。而且呢，我们看到 Elon Musk 已经在 Cyber Rodeo 的活动中正式发布了由德克萨斯工厂生产的第一批配备4680结构电池组的 Model Y。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呢，特斯拉通常会把它的新的技术、新的产品运用到它比较高级的一个车型在 Giga Texas 的案例中有可能是 Model Y 的一个 Performance 这样一个型号。那么特斯拉已经开始在它的奥斯汀的总部生产 Model Y 汽车，而且呢，配备4680电池单元的新的 Model Y 的标准系列的首次亮相，也是表明特斯拉的 Gigafactory Texas 可能会开始生产 Model Y 的一个基本型号，也配备了4680的电池。4680的结构包呢，减少了电池和汽车本身使用零件的数量，所以呢，这对制造整个电动车的成本非常有帮助。根据特斯拉的数据，与以前的工厂相比，结构性电池组将电池组的制造线的规模呢是减少了一半，所以呢，这对电池的制造工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革新。同时呢，我们知道特斯拉 Y 车型它前部呢有一个巨型的一个铸模，后部和车底呢也有一个巨型的铸模，这些铸模呢可以进一步的减少车辆的零部件。所以呢，在 Model Y 的巨型的铸模和4680结构电池组之间，特斯拉呢实际上又是开发出了一个更加有效的一个创新性的
生产线，所以呢，不光光是在电池组的生产的创新，更是整个生产电动汽车的一个巨大的创新。所以呢，我也是非常激动啊！特斯拉呢，在生产技术方面也是继续引领电动汽车的生产革新，也是完全是占据世界老大的这样一个地位。这对特斯拉的基本面乃至我们投资者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利好消息。我在以前的视频中呢，也跟大家做过分享啊。自从今年3月份以来，已经有数十家的电动汽车的制造商，在美国这边包括特斯拉、Lucid 啊，在中国那边呢，包括小鹏、理想等等，都是提高了价格，因为这个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呢，NIO当时表示呢是没有计划来提高它的价格。好的，最新的消息来了。在今天4月10号，NIO通过它的应用程序上发布的声明称，从5月10号开始呢，将提高车辆以及 BAAS 电池的租赁价格，称这是由于今年迄今为止全球原材料价格持续的大幅上涨造成的。NIO计划将它所有版本的 SUV 起价将全面提高1万元人民币，也就是1570美元。而上个月底开始交付的 ET7 轿车和预计9月份开始交付的 ET5 轿车的价格呢将保持不变。在2022年5月9号前支付 ES8、ES6、EC6、ET7 定金或者 ET5 预定的客户呢，他购买和电池租赁的价格呢将不受此次调整的影响。除了车辆的价格以外呢，NIO还将提高电池的租赁服务 BAAS 中长距离电池组的月租费。电池租赁价格将从1480元每月调整为1680元每月的长程电池组。标准范围的电池组的租赁服务费将保持不变，也就是980元每月。已经购买车辆的客户呢，将不受此次调整的影响。对于从标准续航电池组升级到100千瓦时长续航电池组的客户，年付费将从7980元人民币增加到9800元人民币，而且呢，付费将保持不变为880元。李斌呢也表示说，原材料尤其是电池价格今年涨幅过大，而短期内呢看不到下降的趋势。公司呢原本打算自己承担这一压力，但在新冠疫情爆发的影响下，李斌称也是被迫提价。李斌讲涨价是因为别无选择，请大家理解。其实呢，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觉得并不是意外，因为大家都在涨价，而且呢，这个通货膨胀呢也是造成了各种原材料的涨价，所以呢，我当时在李斌表示他不准备涨价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迟早NIO还是会涨价，这是大势所趋。所以呢，对我来说呢，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的意外，而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根据 Bloomberg 最新的消息，NIO在周末表示，由于中国的新冠疫情的爆发，从而呢迫使NIO许多的供应商暂停了生产。NIO 的公司呢也是停止了汽车的生产，并且呢推迟了交货。总部设在上海的NIO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说，近期呢将对一些客户推迟交付。NIO说，该公司的几个供应商仍然处于暂停的状态，包括吉林和上海的供应商。我们知道，吉林和上海这两个地区呢是最近的这一次中国新冠疫情影响最厉害的两个地方目前呢都是被封城了。另外呢，自3月以来，NIO在江苏和许多其他地方的供应链的合作伙伴也因为新冠的爆发而暂停了生产，至今呢仍没有恢复。公司呢今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这些因素，NIO的车辆的生产呢已经暂停，在不久的将来，许多客户的车辆交付呢也会有延迟我们呢敬请客户的理解。声明中说，NIO将与供应链的伙伴合作，尽快恢复生产，并且交付车辆，同时呢满足新冠控制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呢，我们知道NIO全球总部的所在地上海呢，在2周以前呢已经进入阶段性的封锁。我在以前的视频中也跟大家做过分享。而
NIO 实际上跟特斯拉的情况呢有所不一样，因为 NIO 的工厂所在地安徽合肥呢，目前还是没有进入封锁的状态。但是呢，根据这份最新的声明，由于它的供应商停工了，所以呢，他们即使工厂开工，也没办法继续的生产电动车啊，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上海的封城呢，已经使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已经停工，目前为止差不多2周了。什么时候复工呢？还不清楚啊！现在呢也没有最新的关于上海复工的这样一个最新的信息啊。有一种消息呢说在4月18号左右吧，但是呢我们还要具体看实际的情况啊。除了特斯拉、NIO以外呢啊，其他地方比方讲一汽大众的长春工厂和上汽大众的上海工厂也是暂停了生产啊，目前的恢复日期呢也是不明了。回到NIO，我们知道它在3月份呢，当时是交付了9985辆的电动车，同比是增长了37.6%，比2月份呢也是增长了63%。另外呢，公司的 ET7 旗舰舰也是在3月底开始首次交付但是呢，由于这个新冠它目前暂停的生产，所以呢对这个月的交付量就是不容乐观了，肯定会受到非常负面的影响，同时呢也会对 ET7 的整个的交付产生不利的影响总之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利空的消息。另外呢，我们知道上周由于美联储的鹰派表态，美股大盘呢一直处于下跌的状态对于下周美股状态呢目前也不明朗，也存在继续下跌乃至震荡的这样一个格局，所以呢，对明天开盘以后NIO的股价的走势也是不容乐观。好的，这是今天的视频。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不要忘了点赞。如果您还没有，请点击视频下方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您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新的视频的通知。转发并且评论，谢谢。我们下个视频再见。